他是帝国皇子，但皇帝老子要杀他，太子要杀他，天下第一美女要杀他，所以他只能训练出一支无敌的特种部队自保，只能在酒后写出震惊天下的诗词，只能虎躯一震，将封地治理成世外桃源，让四方文臣武将皆来投。夏天见到王府新进的战马神骏，心生好奇，便选择了一匹雪白无瑕的马王来进行骑术练习。正当他沉浸在驰骋的快感中时，两个身影突然从天而降，他立刻紧握缰绳，让马停下来，避开了他们的袭击。夏天抬头望向周围的山峰，只见陡峭的悬崖，想要从那里坠落到这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这两人的出现确实有些古怪。赵子长及时赶到，拿着铁棍站在夏天身前，准备应对突然而至的危险。而藏医率领着9名藏剑少年也神秘现身，手中的铁剑已经出鞘，直指两个袭击者的要害。形势严峻，夏天决定先救治受伤的无面人。他迅使用银针封住了对方的穴位，然后灌下治伤药丸，稳定了对方的伤势。令夏天惊讶的是，无面人体内的生机异常旺盛，仿佛隐藏着一股无比强大的力量，令人联想到传说中的神龙。夏天并未在意无面人的相貌，而是专心救治他的伤势。无面人却感到意外，问夏天为何先救他，而不是一个美人。夏天却温和地解释道：医者无视外表美丑，只看病人的需要。无面人心中不禁感慨，对夏天充满信任。夏天得知这两人都自称是来保护他的，但却无法确定谁是真正的刺客。他决定先将两人安置在马车内疗伤，然后再做进一步处理。夏天心生兴趣，想要好好研究这两位武道宗师的身体，于是他步入了秦弘一的马车，打算进行进一步的研究。秦弘一心中暗自焦虑，不知夏天究竟打算做什么。少年的举动让他感到不安，但他却没有办法拒绝。秦弘一的心情既愤怒又憋屈，他一直以来都是以美貌著称，无数文人墨客为他写下诗篇，更是天下排行第10的美人。然而眼前这个荒州王却对她的美丽不屑一顾，这对他来说是莫大的侮辱。夏天以一种邪魅的笑容和挑衅的语气对待他，似乎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。秦弘一原本打算用丹田中的真气喷死夏天，却被他的银针封住了体内的生机，使得他的计划彻底失败。夏天轻蔑地嘲笑着秦弘一，询问他来的目的。秦弘一承认是夏队派过来杀他的，而后紧急求夏天救命。夏天冷漠地回应，称他不会死，因为宗师级高手拥有强大的生命力。秦弘一气愤地指出自己被夏天封住了生机，无法自我造血。夏天则问及成为宗师级高手的途径，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。秦弘一因修炼那家心法走火入魔，面容停留在30岁，甚至逆生长，越发年轻。夏天对此充满好奇，直言秦弘一是个老妖怪，这让秦弘一羞愤至极。他揭露了夏天的秘密，他的经脉天生粗大但堵塞，无法修炼武道。然而夏天并不气馁，他心中有易筋经和洗髓经这样的绝世武学，决心要悄悄修炼，终有一日惊艳天下。秦弘一试图打击夏天，告诉他成为宗师的先决条件是必须修炼宗师级武道心法，而夏天却自信满满，他知道秦弘一就是他的答案。夏天还透露他有许多追随者，即使他不能修炼，他的追随者也可以。两人的对话中，夏天提出了一个交易，如果秦弘一愿意分享他的武道心法，他将告诉他关于一个神秘怪人的事情。夏天编造了一个故事，说这个怪人曾经暴揍他，让他的智慧大增。秦弘一听后，眼中露出羡慕之色，他相信这个怪人能提升人的智慧，甚至认为他是圣人。然而秦弘一的身体状况开始恶化，他感到头晕目眩，身体冰冷，血液流失过多。在他即将昏迷之际，夏天命令藏九为秦弘一敷药，并测试他的经脉反应。夏天故意让秦弘一失血过多，以测试他的身体素质，并确保他无法聚集真气反击。藏九小心翼翼地为秦弘一敷药，同时夏天则按照易筋经的心法调整呼吸，准备在适当的时候为秦弘一解封经脉，以便进一步研究宗师级别的身体构造。在一辆颠簸的马车内，藏九小心翼翼地取下了封印秦弘一丹田的银针。随着封印的解除，秦弘一体内残留的一缕真气如脱缰野马，猛地窜出，与藏九刺向涌泉穴的银针抗衡。这股真气仿佛一条愤怒的巨蟒，逐渐将银针挤出体外。藏九咬紧牙关，全力以赴地捏住银针，与秦弘一体内的真气对峙。双方僵持不下，紧张的气氛在马车内弥漫。就在这时，秦弘一体内的真气如同一条蛟龙，在他的经脉中蜿蜒游走，形成了一条清晰的运行图。夏天指示他改变银针的位置，刺向秦弘一头顶的百会穴。百会穴是人体的重要穴位，传说中能够通天彻地。藏九按照指示，小心翼翼地将银针刺入百会穴。秦弘一体内的真气立刻反应，从涌泉穴转移到百会穴，与银针抗衡。藏九感到压力倍增，他的力量与宗师级别的真气相比显得微不足道。
就在藏酒力不从心之际，赵子长适时伸出铁棍，将内力传入藏酒体内，帮助他抵御秦红衣的真气。借助赵子长的力量，藏酒终于将秦红衣体内的真气打散，秦红衣因此再次喷血，显得更加虚弱。藏酒询问是否能通过秦红衣的那家心法返老还童。夏天神秘一笑，表示需要等待秦红衣醒来才能找到答案。他还提到自己在练习易筋经呼吸法，希望能够净化经脉，修炼那家真气。夏天突然感应到外界的动静，但他并未在意，而是继续使用一套名为爆裂神针的针法，将银针按照特定阵法插入秦红衣体内的12个大穴，封印他的丹田，确保即使他恢复力量，也无法动用真气。藏酒对这套针法兴趣盎然，渴望学习。夏天随后吩咐他清理秦红衣身上的血迹，换上新衣。如果秦红衣醒来，给他喝点肉汤。藏酒虽然不情愿，但还是遵从了师傅的命令。与此同时，秦红衣虽然被重重封印，但他的身体仍不时的抽搐，显示出他所承受的剧痛。夏天没有回头，只是耳朵微动，似乎捕捉到了什么声音。在马车的另一边，无面人正痛苦地注视着夏天的一举一动，他的眼神中透露出深深的认同，似乎在夏天身上看到了某种熟悉的影子。夏天开始为他清理伤口，无面人喃喃自语，称夏天与某人极为相似。突然，夏天注意到无面人的生机正在迅速衰败，这与他初见时的旺盛生命力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夏天迅速采取行动，用酒精消毒无面人的伤口，并用金疮药和纱布包扎。尽管这个时代的烈酒杀菌力不强，但总好过无。夏天好奇地问及无面人的真实身份，无面人只是淡淡地称自己为无面人，并透露自己之所以保护夏天，是因为欠了夏天母亲一条命。夏天推测无面人可能来自前秦。无面人的笑声中透露出对夏天的欣慰，他认为夏天终于变得聪明了。无面人坚称大秦未亡，夏天知道不能再提及大秦的事情，于是转移话题，询问无面人是否见过自己装痴傻的样子。无面人坦言，他每3年都会偷偷观察夏天一次，但他没有勇气面对夏天的母亲。夏天发现无面人的身上遍布伤痕，这些伤痕见证了无数次血战和死里逃生。无面人自豪地表示，这些伤痕都是敌人留下的。无面人的敌人就是那些背叛前秦、帮助夏周篡位的人，以及他们背后的势力。无面人誓言要为国破家亡之仇报仇雪恨。无面人透露，他已经战斗了20年，也饮酒了20年，以酒浇愁，以酒驱散噩梦。夏天承诺，等无面人伤愈后，会为他酿造天下最烈的酒。夏天用银针为无面人施针，使他安然入睡，然后前往秦红衣所在的马车。无面人若能修炼秦红衣的功法，必将恢复生机，成为无敌之存在。夏天决心不让无面人就这样死去，他要让这位豪杰枯木逢春。夏天脚尖轻点地面，身形如同离弦之箭，一跃而起，稳稳落在马车之上，掀开车帘，步入车内。车厢内，秦红衣躺在那里，身着一袭黑色衣裙，尽管伤痕累累，却掩盖不住她的曼妙身姿。藏酒见状，惊讶地报告：“师傅，他还未醒来。”夏天眼神冰冷，不带一丝感情地命令秦红衣醒来。秦红衣无动于衷，夏天眼中寒光一闪，掏出一根银针，威胁要废掉他的武功。秦红衣终于睁开眼，愤怒地质问夏天。夏天则直截了当地提出交易条件，秦红衣必须交出宗师级武道心法，作为他治疗他的代价。秦红衣试图反抗，但伤势严重，无法动用真气，只能在地上挣扎，痛苦呻吟。夏天毫不留情，拿出刀子，威胁要将秦红衣变成一个丑陋的怪物，让他的不幸之名传遍天下。最终，秦红衣屈服，答应传授不老回春功的上半部呼吸法，以换取夏天不杀他的机会。夏天坚持要得到完整的心法，秦红衣只好妥协，答应疗完伤后传授下半部。与此同时，青州城的女将军正带领千骑出城迎接夏天，心中忐忑不安，同时担心夏天的安全，因为有消息说10大恶人正计划在荒州前天门关匪寨对夏天不利。夏天则命令藏医将他武道废物的消息传遍天下，他的眼中闪过一丝金光，似乎有着更深的计划。在荒凉的官道上，马车轮子滚过碎石，发出沉闷的回响。司马兰和司马哥已经回到了马车内，司马哥正在调息，却突然眉头一皱，感觉到了外面的动静。藏医的声音透过马车的木板传来，他是夏天派来的使者，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求见司马兰。司马兰好奇地询问王爷的吩咐，而藏医则站在车辕上，向马车内的2位女士拱手行礼，传达了王爷的消息，2位武道高手的身份，以及王爷自幼经脉堵塞，无法修炼武道的秘密。司马兰的眼中闪过一丝慧光，他明白了王爷的意图。藏医在他的聪明才智前感到敬佩，有这样的女主人，荒州王府的未来将是光明的。司马哥满是疑惑，不解为何王爷要将自己的弱点公之于众。司马兰却淡淡一笑，提醒司马哥，王爷的每一步棋都有深远的考量。司马兰嘱咐他
要利用司马家的暗网将这个消息传播出去，而司马哥则坚定地表示他会保护王爷，就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。两人的对话中，司马哥对王爷的印象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回忆起了王爷在帝都城门口的初见、桃花坞堡的反袭战，以及二龙山剿匪战中的英勇。荒州有这样的王，是人民的福气。两人在马车内笑成一团，而外面的冰雪已经融化，春天真正到来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黑甲骑士飞奔而至，带来了青州王妃的妹妹出城迎接王爷的消息。夏天在另一辆马车内望着越来越近的青州，心中暗自思忖，希望青州王不要阻挠他的去路。而在青州城门口，青州王带领大军出城，面对突然出现的女将军，他英式狼顾地宣称自己出来是为了杀人，让女将军震惊不已。青州王夏春，一个野心勃勃的王者，正与他的心腹们密谋着一场针对他亲弟弟荒州王的暗杀行动。夏春的笑声中充满了杀意，他对权力的渴望远超过了血缘的亲情。女将贞子，夏春的妻妹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背叛，震惊之余，他试图唤起夏春的家族情感，但夏春的回答冷酷无情。他认为在帝王家，兄弟之间的亲情不过是争夺皇位的绊脚石。此时，一个身穿彩衣、手持羽扇的中年男子王赐福，纵横学派的代表，出声提醒夏春注意言辞。但夏春对此不以为意，他坚信自己的野心和计划不会受到任何影响。贞子对王赐福的纵横学说表示质疑，认为他在离间天界兄弟的感情。王赐福则自信满满的反驳，他坚信自己的学说揭示了帝王家的真相，无情的权力斗争。王赐福更是自诩发现了夏春的帝王之相，他认为夏春是天命之子，是大夏的真命天子。他的言辞激起了夏春的野心，夏春更是自信满满的宣布自己是未来的皇帝，他的心腹们也纷纷表示支持。贞子虽然对夏春的野心和王赐福的煽动感到失望，但他并没有阻止夏春的野心，他只是不解夏春为何要杀害荒州王，一个看似无害的痴傻之人。夏春透露了他的担忧，荒州王在离开帝都后不再装痴卖傻，而是以善行和王道之言赢得了民心，甚至有流言称他是真正的龙子。夏春认为这是对他皇位之路的威胁。贞子尝试解释，荒州王的行为都是出于帝王的旨意，但夏春和王赐福都不为所动。就在他们密谋之时，荒州王府的车队已经接近。荒州王夏天骑马冲向青州王，脸上带着恐慌，向夏春呼救。这一切似乎都在夏春的计划之中，一场兄弟之间的权力斗争即将上演。在青州城前，一场紧张的对峙正在上演。青州大军士兵整齐划一，盔甲闪耀，气势如虹。而赵贞子率领的1000赵家精锐骑兵更是锋芒毕露，他们是赵家为青州王妃所准备的嫁妆，每一位骑士都是赵家子弟中的佼佼者。青州王带领的亲卫营规模宏大，3000名士兵实际上已经扩充到了1万人，这无疑展示了青州王的野心。他们的军阵如同钢铁长城，刀剑交错，盾牌在阳光下反射着冷冽的光芒，杀气腾腾，气势惊人。夏天带着赵子长义无反顾地冲向青州王，他的行为出乎所有人的预料，青州西城门前一片死寂。夏天的莽撞行为让青州军团措手不及，他们原本以为夏天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逃跑，要么跪地求饶。然而夏天的行为打破了所有的常规，青州王和他的谋士王赐福都感到了困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赵贞子，赵家的2小姐，眼神一动，挥臂高呼，率领赵家骑兵迎战。她的出现让夏天惊讶，因为她只有关于她的模糊记忆。赵贞子曾是夏天童年时的玩伴，她提醒夏天，青州王的真正目的是要杀他。她建议夏天劫持他作为人质，以此逃离青州。夏天对此表示怀疑，他坚信自己和青州王的兄弟情深，不会相互伤害。赵贞子的眼中闪过水雾，他拿出一块刻有天字的玉佩，这是夏天时送给他的，证明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。他告诉夏天，如果青州王真的动手，夏天应立即劫持他逃生。夏天感激他的关心，但他依然相信自己的兄弟不会对他下手。夏天坚定地走向青州王，直面对方的疑惑和好奇。他声称只需一句话就能让青州王收回杀意。赵贞子紧张地跟随在后，好奇夏天究竟会说出什么话来化解这场危机。青州西城门外，夏天与青州王夏春的对峙紧张而冷酷，两人之间的兄弟情谊早已被权力的争斗所消磨。夏天内心感慨，帝王家的兄弟情淡如水，一旦威胁到对方的权位，便是生死相搏。夏春的野心昭然若揭，他的谋划早已人尽皆知，连赵贞子也无奈地指出，夏春夺嫡的野心已是众所周知的秘密。夏春的谋士王赐福为了提升夏春的声望，竟散布夏春得到纵横学派相助的谣言，以吸引天下英才。夏春对此大怒，却又转念一想，认为这是王赐福的高明之举，于是承诺将来封他为国师。赵贞子心中忧虑，担心自己的姐姐将来会成为寡妇。
夏天坦然面对夏春，表示自己对夏春的野心并无异议，愿意支持夏春夺嫡，只要自己能在荒州生存下来。然而，夏春的心思早已决绝，他认为夏天已经成为自己夺嫡之路上的最大障碍，决意要除掉夏天。夏春的骑兵统领李飞带着黑甲骑兵包围了夏天的车队，准备下令屠杀。夏春得意洋洋，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大局，夏天已无逃生之地。赵贞子挺身而出，试图保护夏天，但夏春不屑一顾，命令他退下。夏天却表示自己还有最后一句话未说。夏天指向自己的车队，暗示有一位皇宫中的重要人物在其中。夏春好奇地望向车队，只见一群身穿白纱的伤兵和一些青涩的少年兵。然而，当藏九拉开马车帘布，露出秦红衣苍白的面容时，夏春的表情瞬间凝固。他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因为秦红衣的身份意味着皇宫的支持可能站在了夏天这一边。夏春的心沉入谷底，他的计划和野心似乎在一瞬间崩溃。夏春的脸色由红转白，他的声音颤抖着，满是不可置信。这绝对不能！他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，供奉殿竟然会支持夏天，这对他的夺嫡之路无疑是巨大的打击。